OK，我们欢迎大家又回到我的频道来观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是连续上一集我们讲的这个说婆，就是魔的一种。然后我非常感兴趣这一个 topic，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接过魔的个案其实不多，然后我对于魔这一个他们的品性、他们的来源、他们的祖宗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启发，所以呢，今天我们又欢迎满花回来，再跟我们继续聊上次我们讲到的说婆是魔借来的。嗨，大家好，我是满花师兄欢迎来到Alicia的频道请大家订阅、按赞、按小铃铛。好，上一集我们有聊到阿修罗嘛，是不是？然后大家都有这种很好的反应，所以我们就刚才听到Alicia有讲这魔，你接到的案子不多，但是魔呢，其实魔呢有两个魔功呢。我们一直听到魔，大家都很怕嘛，对不对？它魔到底生在哪里？它的样子是怎样？它的宫殿是怎样，是吧？大家都很好奇吧？其实，在佛经里面，在《楞严经》里面有讲魔呢，魔宫有两个天，一个是欲界天的他化自在天，我们讲六欲天、第六层天。欲界天的最顶天跟色界天的最顶天色究竟天，那个色究竟天的魔呢，我们叫做摩须所罗天。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印度神我们讲婆罗门神的那个西瓦马黑刷啦，所以魔呢我们叫做天魔，所以他的福报很大，他比我们人修罗还有一些天人他比一往大地的天大梵天的天的福报很大，而且他还可以扰乱我们人间的修行者。魔为什么会当成魔？因为他过去世的时候也是在修大福报的嘞，同时他也在修甚深禅定，他有很大的定力在那边的，他有很大的那个禅定功夫在那边的，所以他有这个大力量来去扰乱修行者的。如果那个修行者他还不能够意识到那个魔来干扰他就很容易走火入魔。等一下，这个魔是人类修行出来的，还是他们是从某个道里面修行出来？如果你讲到他们魔一般只找什么禅定能力或者是修行能力很高的人，这样普通一般扰乱人间的都应该不是魔吧？因为我个人接过的个案没有多少个是跟魔有关系的，就可能有其他道的众生，但是魔这个我反而是蛮少看到的。其实西方基督教里面我们也是有讲述魔的历史，就是当然最出名的有 Lucifer 什么多天使，他原本就是一个跟 Archangel Michael 是同一个等级的，只是他变成了 Fallen Angel， 这样子就变成了去了魔道。所以我相信跟这个什么佛经里面讲的蛮类似的，他们就是福报很大，然后其实他的法力蛮大的。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觉得自己被魔缠上，你先不要紧张，你还先要问自己，我到底有什么何德何能值得一个魔去上我的身？因为如果你是普通Nobody， 他也看不上眼，毕竟人家功夫那么厉害，要找的一个 vassal， 一个代言人也应该跟他相符的吧？对，他的心性，他的频率要相应才可以找到的。所以，因为刚才你讲的那个魔他过去世就是因为有修行，他就是很有修行，然后他也持戒，然后也是在修布施、修供养，然后他禅定功夫也很深，因为他的发的心就不对，他不是每个魔，不是我们每次看到电影拍出的魔就很邪恶还是很难看样子很狰狞，不是的嘛。因为他千变万化，他可以变成佛，可以变成佛菩萨，甚至变成罗汉来诱惑你的。他一般是诱惑你，但是他不能够干扰到你，他能够放个陷阱，然后你自己跳下去的。如果你是修行人，你的定力很够它就会扰乱你的定力，让你能够诱惑你，然后让你迷迷糊糊，让你以为这个是真的。有些人禅性功夫很深他就以为那个魔镜是真实的。我分享我的例子我一个朋友老修行者，他是修打坐功夫的，他打坐，他的功夫很强然后他修到一半的时候他看到观世音菩萨，你知道吗？然后观世音菩萨他看到了，然后他内心就起欢喜
他第一次他也没有什么理他，第二次观世音菩萨就来，然后他以为他已经证悟了的嘛，他以为他明心见性了嘛，以为他已经得到那个功夫，已经得到证悟了，然后那个观世音菩萨叫他做什么，知道吗？叫他吃大便，然后他就去吃大便，他讲你吃大便就可以彻底的成佛，或者彻底的了脱生死。结果他整个人就已经入魔了，他以为这样子是可以证悟的，所以很危险。如果一个人修禅定或者打坐久了呢，他要了解这样子的境界，甚至于他要了解有这样子的境界出现的时候，他要懂得用智慧去分辨不然就很容易被魔干扰的。因为魔它会直接入你的心了，因为你有定力嘛，它不能够直接入你的心，它只可以放一个陷阱，就好像观世音菩萨他叫你去吃大便，他放一个陷阱下来，然后你自己受到诱惑了嘛，你自己贪求那个境界那个境界是魔境了，你就贪求，你就执取那个境界你就很容易落到那魔圈里面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修禅定的时候，修打坐的时候要很注意这样子的情况，不要看到打坐的时候看到一些某种的情况或者看到什么光你抓，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大家要这一方面的时候要有一定的智慧去分辨去关照，因为魔不容易干扰到人对，我觉得再不然就是普通的灵也可以幻化我见过无数次那灵幻化成什么妈祖妈啦，各种各样的神明然后我是直接讲，就是样子是挺像的，可是你终究不是神，所以你还是欠缺了那个能量场，又再不然就是那个所谓他们神明应该有的信心。所以其实一般我不觉得修行不是很深的人会接触到魔。我自己接过几个个案，真的是少数的个案里面，其中这几个人他们都是世世代代超级有钱的人，而且对于这个社会能够影响到很多的人，然后他们也不是你们想象中那种普通市民，就他们有权有势，他们才看得上这种人，他们要去影响这些人，因为他们原本在社会地位就蛮高，可以通过他们去影响更多的人。所以我想问，其实人的心魔到底是不是魔？可以说是因为人众生本来就有魔的特征在里面嘛，心魔嘛。当然刚才我们讲的是天魔，它有一个具体的形象的天魔。其实刚才你讲的是心魔，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妄想跟真心的，真心就是佛性嘛，就是你迷了你就是众生嘛，你悟了你就是佛了嘛。我们还没有觉醒的时候，我还没有开悟的时候，那我们还是有点妄行的嘛，有点妄想，有贪求嘛。你贪求当中呢，你就有一些魔的特性在里面。所以这个天魔跟我们的心魔是本质上就不一样，我们的心魔就是我们天性带来有的一个对自己的，有天魔、有心魔跟见魔嘛，有3种魔嘛。天魔、心魔跟见第二见，他因为他过去有修行，然后他有修禅定功夫，然后呢他只是没有正见罢了，他没有正确的人生的真相的宇宙，我们讲那个确认那个宇宙的那个真相还有正道罢了。所以这个人就入了魔道，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吗？如果他贪求的话呢，其实你不容易着魔的嘛。魔要弄你除非你功夫很强你的萨玛地，你的定力要很强，只是你没有什么智慧罢了嘛。你的定力很强，然后你不容易被干扰，所以魔才会干扰你。因为如果你定力很强，你要走入正道了嘛，你走入正道的时候，魔就少了一个魔子魔孙了嘛。因为我们坦白跟你讲，我们也是魔子魔孙嘛。就是因为你要改变了嘛，你要成为佛子了嘛，他就来干扰你咯。其实不容易被干扰的，知道吗？我们讲过心魔不生外魔不扰，知道吗？外魔不起如果你没有起心魔，那个外面的魔就不容易干扰你的。有时候我们修行久了，我们还一定要检视一定要观察我们内心有没有着魔有时候我们修行久了，有没有贪财有没有贪求这些种种的境界有些人他要念咒或者打咒的时候，他想真的神通尤其神通这一块东西很吸引人，是不是？神通，我要飞天遁地我要怎样去要去怎样要有这个天眼通这个时候魔就来了，他就应你所好，知道吗？你想要什么东西，你贪求什么东西，他就尽量满足给你那个境界是很美好的。那你以为这个你已经真的神通了其实你是入了魔道了所以不应该轻敌。其实讲真的，这些老东西已经活了几万年，甚至几千万年。我觉得他根本就是读懂我们内心里面深处到底有什么欲望。你不是对手
对啊，所以就是大家稍微有一点魔的这个心魔在的话，都很容易接触到。但是这个心魔是本身我们可以控制的吧？就是我记得《楞严经》里面就是有讲到魔这一些，然后你讲什么当一个人要修成一个什么阿罗汉或者是什么级别的时候，那个天魔的皇宫会震动还是怎样？对，它会震动一下的，它会怕，然后它的椅子哦，它会摇一下的。哇，有人要证悟啊，他就下来人间看哇，有人要证悟了，就好像佛陀嘛，佛陀要证悟的时候，魔宫就震动嘛。魔宫一震动的时候，他就扰乱佛陀，不要让佛陀成道嘛，然后就来扰乱修行者了。其实魔有50种魔，知道吗？我们叫50阴魔，我们讲五蕴魔，是受想行识的五蕴魔。所以《楞严经》很精彩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学《楞严经》的话，鼓励大家去多听这个《楞严经》里面的一个topic，就是50阴魔，你可以去听，它的魔有哪一种，然后它会怎样。其实哦，它里面很精彩的哦，佛陀讲的50阴魔，他描述到那个魔的具体的样子啊，他怎样去干扰你，讲得很清楚的。比如说，一个修行者他是修悲心的，他修慈悲心，他看到一些我们讲。一些我们要意念众生的苦嘛，你才可以激发你自己的慈悲心嘛，走向然后发起菩提心嘛。然后他一直产生慈悲心，一直产生很多悲心哦。他怎样子嘛？他看到一只蚂蚁哦，还在轮回哦，他就起了悲心，他就很极度的悲心，了解吗？也不可以太过极度了嘛，要有悲心，要有慈悲心，但是要刚刚好。你太过极度的慈悲心哦，悲魔就来了。所以这50种的魔是在我们平常里面从自己的心魔产生出来，然后你有修行的话就很容易接触到，是吗？对，有修行者才容易接触到，尤其是你要转回圣道的时候，或者是你开始要修行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样子的魔的境界出来给你，或者是来干扰你的修行。这样我们要怎样除去这个心魔呢？很简单的，《楞严经》讲，就好像我们的心哦，就好像阳光和水一样，阳光哦，它直直照下来嘛，你那个风哦是吹不断的，风就是魔，我们的心就阳光，是吹不断的。我们的心也是像水这样子的，刀是砍不断的，如不动了，不取一项就可以了。如不动啊，境界来的时候不要取它，不要去取这个境界相，也不要去迷这个境界，也不要贪求这个境界就可以了。哪怕你看到，你就让它过就可以了。一般上魔会干扰你，都是一般上禅定功夫很深深的才会干扰你的。可是我觉得好像你刚才讲的，比较抽象一点的。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心魔，就是好像 angel and devil 在那边跟我们讲话有2个声音，这个是很正常。但在这个红尘里面，我们少不了贪嗔痴这3样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是一个普通人，就是正常的普通人，要怎样去消除这个心魔呢？就是念楞严经可以吗？我提倡念楞严咒，念大悲咒，当然所有的咒都很好，比如说药师咒也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要消除魔障哦，最快的还是楞严咒最快。难怪哦，就是上次师父哦特地指定我要念这个楞严咒，我就觉得哇，这到底什么含义？是接触了你过后我才理解，原来楞严经里面是有这样多的一个智慧。我们今天应该是讲不到50多种魔吧，这么多。那么多的，我只是讲述一些魔的会发生的魔境啊，一般上都是魔境。我们讲，我们修行者禅定功夫深深的时候会产生什么魔境？他只是说你不要去贪求很多东西罢了。因为有些修行者他喜欢贪求宿命通啊，宿命通就是说我有打坐啊，然后我要观察那个人的过去是什么啊，他的因缘是什么啊，他就一直贪求这些东西哦，他就很容易落入魔道哦。然后有些人喜欢贪求神通啊，我要挣天眼啊，我要怎样啊，就会要很小心哦。所以这个诱惑还是蛮大的，就是神通自然是一个很强大的武器，可是你们不是有一句话讲什么业力抵不过神通之类的啊？神通抵不过业力，业力抵不过愿力。哦，明白，就是我们有谈到这些各种各类的魔。那除了念这个楞严咒以外，我们还有什么其他方法？我觉得我应该讲一下，这是一个比较 practical， 就是实际一点的，能够在日常生活用。就是你要了解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就是我上几集有跟 JY， 我常常有一种我很想要跟这个世界做好朋友，可是内心又有一个我不想要跟这个世界太 close 这样子的一个导演讲起的这个
如何自我疗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创伤，然后很多时候这个创伤的点呢，我们都会把它掩饰过去，然后没有真正的面对这个黑暗，到最后的时候某种事情的发生就开始爆发起来的时候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然后我觉得比较实际一点的就是你要自我检讨或者是自我审视，就是有什么问题的存在，然后尽量跟你过去那些悲痛和解。我真的是有接过很多那种抑郁症的 case， 我觉得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因为某种创伤，原生家庭也好，后天的导致也好，反正各种各样的生活压力，然后心里面就产生了很大的心魔。就是我有接过一个 case 这个心魔是大到他会告诉我那个魔不让他出门口，然后他甚至跟我说他这个魔已经控制了他的家人，然后他家人其实在他脑海里面这个一切都是幻听跟幻觉，但是他心魔已经强到，然后他这个心魔从原本的一个负能量已经演变成一个形状出来，就是有一个形出来了，然后这个形呢可以幻化成不一样的东西给他看到，但其实只是在他的自己的世界里面。所以其实我觉得修行，普通人就修心就好了，至于有能力者的话就不用太过在意这种所谓的神通吧。反正我觉得在我的经历里面，有神通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蛮痛苦的经历，其他人的话可能是觉得一个很好用的道具吧，我还是觉得修心就好了。是没有错。刚才你讲的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要讲保持着不要被魔干扰呢，一开始我们要保持着正见正知正见要先摆清楚先，要建立好，然后我们要时常让自己心中的光明多一点，痛苦的时间短一点点。因为如果你太过极度的悲伤也不好的，太过极度的快乐也不好的，那个欲魔会过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拿捏到很好，就是说我们要建立起刚才我讲的咯，要建立起正知正见正念正思维，先摆好先。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要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出发点要很明确的，我们不要到最后修到最后的时候就变成磨子磨手，就很浪费了，就很可惜了。几十年的功夫一朝爽是因为有些人他修行到后面的时候他就会贪求一些某些的境界神通神力然后一些什么宿命通什么什么通他就很容易上当所以还是要注意一点。OK， 我们讲到欲魔，然后这一个我们要讲的还有一个叫慢魔。什么是慢魔？慢魔就是如果那个修行者修行前面一开始不修行还好，他一修行到一段时间的时候他觉得他好像很了不起开始飘了。对，飘了，然后ego了，然后每个人要听他的话，然后人家讲那些见解出来，他就否认人家，那个慢心就起来了，他很傲慢，所以那个慢魔就来干扰到他。所以我为什么是讲修行的时候要检视自己的心性，因为那个慢魔是属于心魔的一种来的，你的慢魔就升起来了的。说明就是这个修行人他自己有 own ego， 他的傲慢心很大他怎么可能察觉自己检讨自己有这个问题呢？因为有些人会迷掉了吧？对，你都迷了，你不可能检讨自己吧？你觉得自己没有问题，所以这个要怎么去解决？因为你认为你已经够了，或者是你修行已到一个顶了，所以你就认为人家的一些见解不对，你就去破斥人家，然后你就升起自己，让我极厉害，我极厉害。因为有些人修行者他察觉不出来他自己那个心中的慢魔的，他的心魔他察觉不出来的，只有外面人要跟他讲说，你有这样子的情况，有这样子情况，为什么我们要用戒来摄制我们自己的心性？所以我们修行到一半的时候有一定的境界的时候，我们要起心动念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要清清楚楚我起这个贪念的时候，我马上收回来，为什么？因为我有戒来摄住我，用戒来保护我们自己，所以戒很重要。有时候我们要听经闻法，要闻思，然后要用三学。什么是三学？就是戒定慧来摄住我们不然呢我们就很容易走偏了的。我记得你讲过，就是任何不停的赞美就是长期的慢性毒药。对有一种魔就是他修行他很定，然后他用魔他干扰不到你嘛，他用第三方来干扰你，这样呢他就讲哇你这个修行者哇你很有功夫然后一直赞美赞到你飘起来。哇，你人很好，你
就是你不停的帮人，就是菩萨转世啊，你这菩萨转世啊，你很好啊，然后你定力很好啊，你就没落进那个陷阱里面了咯。所以我觉得傲慢的慢魔其实是最严重的，因为你自己有傲慢心，你不可能自我检讨，觉得自己就是有傲慢心，除非你身边就是有明眼的师傅点化一下你。但是重点，我们人类都有一个缺点，就是当别人 criticize 我们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大脑会告诉我们去 self defense， 就是我不是这样子你说的人，然后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诋毁我？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应该参考一些，如果这个讲你的对方人不是一个嫉妒心的人，是一个当你是真正朋友或者是亲人来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劝阻就要好好听下去。如果今天大家都是在修行的，你不可能察觉自己的心魔很大了，就还好。我对于这种能力没有太大的欲望，我会自我检讨，就是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我不可能是完美，有时候我也会听取别人的意见，我哪里需要改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而且你讲过这个不停的赞美是慢性的毒药，这个在圣经里面耶稣也讲过，你懂吗？他讲我不需要人类的赞美，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需要你们看我是要当神拜这样子，你当我是一个好像亲人或者是跟你平起平坐的一个人，这样子去关爱我也用同样的爱来双倍回报你，就大概是这样子。就是这个点呢是讲到耶稣他没有这个傲慢心。你说过了，我就记得这个话，你就讲我最怕别人每天不停的赞美我，哇，你人真好，你很努力，你每天就是一个好人，你心地就是善良。我也是很怕听到这样子指着赞美，可以骂我，但是你骂我要有重点，就是你讲随便乱喷的话我是不接受，但是你跟我讲道理我是可以接受。有时候啊，我们啊，我自己本身啊，我比较怕人家赞美我的，你诋毁我或者是你诽谤我还好，起码我还可以检视到我自己的起心动念的，我还可以反省我自己的行为啊，有没有做错啊？如果做错我就反省哦，然后忏悔咯。如果你一直赞美我会飘的，会迷掉的，真的。你有没有分享一下你以前打功夫的时候的经历？你有告诉过我。有啊，就是以前我们练武术的时候嘛，以前我是运动员嘛，然后拿了很多很好的成绩啦，然后也拿了最高的荣誉啦，然后到时候我的心就不一样了，就会走偏了。你看啊，我就是某某的冠军啊，你应该尊敬我啊，我一定要怎样去控制啊，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权力啊，这个慢魔就起来了的。我自己也不知道的，而且越来越深，然后你也是跳脱不出来，因为你就是已经深到太深了，跳脱不出来。自从学佛过后啊，开始懂得忏悔，原来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态啊，我有这种心态是不好，造成别人的伤害也不好，所以开始慢慢的低调一点，谦虚一点。人家讲我很高，其实不高，我很低罢了啊，什么都讲啊，对啊，我不好，我不对，我不强。所以每次我都要让自己提醒我自己啦，凡是遇到什么东西都好，谦虚，一定要谦虚。山外有山啊，人外有人啊，天外有天啊。我的老姑姑也是讲过一句话，她讲你的能力越高，你的腰要弯得更加低，就是说你要更加的谦卑。没有错，而且我也是被一个具德的师傅骂过的。他讲你不可以这样子啊，你这样子你那个慢心起哦，你发水就难入，你听不进人家好的东西、好的话，而且好的善法你听不进去，你认为你那一套是对的，所以我才一想，起码我有这个善根啊，我意识到这个不对了，我才开始修改，还开始修行自己的行为啊，然后我的身口意啊也开始慢慢的调整回来。本来一开始也是很难跳脱的，因为面子嘛，我值很大嘛，世界冠军了，为什么跟你吃素？为什么跟你一起在一起？是不是？然后为什么我要这样子来拜佛？所以我师父教我一套方法，一个法门，就每一天起来，你就每天在佛前拜3拜，拜佛，因为拜佛可以去除我们的慢心啊，我们ego的心啊，所以我就每天起来拜佛，拜3拜，有时拜88佛，就是每天拜到你连那个慢心都没有，所以就开始走上修行咯。所以也很感谢真子的善知识来引导我啊。
你讲的是你去通过佛法修行，然后看清了自己，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修佛的。然后我会在这里建议，就是大家用一个平常心，当你被人 criticize 的时候，就批评的时候，你就反思一下。如果你觉得，我觉得需要 self evaluation 吧，每个人的人生阶段不一样，就可能重复的很多人告诉你你有同样的问题，这样这个就是问题。那肯定是自己问题哦。对，我只能这样子讲，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心魔。至于你们是要用什么方式去 self evaluation， 就我们等有机会再另外一集讲吧。反正你要保持一个平衡点就对了，因为你不能太过自卑的不停的审视自己，就很烂的一个人，也不能太过傲慢，这个都是两个的极端，真的是要 find the balance。我们说一句话叫做不卑不亢啊。哇，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光头佬以前的傲慢是所以我一个啊，那个鼻子高高啊，一个人鼻子高高。虽然个子长得不是很高哦，原来你的一个的头大针也这么大了。对了，我师傅讲啦，鼻子高高，一个很高的。我慢如高山嘛，法水难入啊。其实我发觉很多能力者有这一个共同的通病，就是他们很执着的一个点，就是讲我要用我的全部来帮助人，用我的这个本身的能力去帮助人。其实我记得我看 The Little Buddha 的时候，就是布达里面就讲过，他在苦修行的时候，他顿悟不到，然后他开始吃饭的那个点，就有一天那个他过河的时候看到那个船夫在拉绳，他就讲这个就好像一个水，你拉得太紧它会断掉，你拉得不够紧它就会做不到这个绳的作用。我觉得英语讲的那一句讲得很好，就是 find the balance。 如果你今天执着的要去帮很多人，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通病来的。因为我就曾经通灵过一个尼姑，然后这个尼姑她30年里面都在修行，然后有一次呢，她的死因是因为发生了火灾，这个是发生在马来西亚好像是个崩的一个地方佛堂里面。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她临终前她救了7个人，像这样子的人应该是升上去上面极乐世界啊，而且她修行了30年的尼姑，帮了无数处的人。可是过后我回去问她圆寂的师父的时候，他在讲这个是他的心结，他自己的心魔要过，因为他太过执着与留下来这个人间要去帮助众生。然后我讲这样他做了这么多好事，为什么他为了救人把自己烧死然后他临终前还打了个佛的手印然后就是为什么你们可以不让他讲自己的劫只能自己度，因为你的执着，所以其实我们要 find the balance， 就是你要以一个平常心 OK， 我救到就救到，救不到就救不到，这个人跟我无缘，而且有时候你要接受事实，这个人的时间到了，就是他的业力果报什么你们讲的都好，他的时间点到了，就是他要承受这样子的，你就让他，然后你只能劝他多行善多念经，然后我们这里和尚或者是尼姑们也可以帮你诵经，这一些减轻你的业力，但是你还是要接受惩罚。所以这个尼姑的故事我有点吓到，因为我见到他灵的时候并不是在极乐世界，然后我特地问了他圆寂的师父，我才明白原来太过执着于救人，就刚才你讲的那个什么蚂蚁也会产生，所以就是平常心就好了。对，要中道修行啊，也会太过，也会太少，也会太多，中间。好，我们总结一下，然后你还有什么魔的信息要要教会我们的今天？刚才已经讲了，就大约这样子来带过就可以了就是这样子的魔的特征刚才都讲过了嘛。其实魔的力量是很大的，福报也是很大的。我们普通人凡人不容易被魔干扰啦。我们都没有那个功夫，都没有那个禅定功夫，将来干扰我们。更何况我们都是他的子孙啊。就是你好像有告诉过我，有一些魔比就是佛陀还要厉害。没有，因为为什么会成魔？为什么会成佛？因为他过去刚才我讲他过去是说他也是有修行，那个禅定功夫也是很深的。他只是说佛陀是有真知真见而成佛。魔是没有真知真见，他有邪见而成佛，成魔的。然后依照他的福报投身在不一样的天，因为魔宫有2个嘛，一个是在欲界嘛，欲界天，
跟旧金天的最顶天叫摩西所罗天嘛，我们叫做西巴啦。所以印度神有很多这样子的，我们叫其中一个叫做湿婆神啊，我们叫做天魔啦。他们禅定功夫很深的，它可以变化阿罗汉啊，可以变化神啊，可以变化佛菩萨的，来诱惑你的，来迷惑你的。因为福报大嘛，它可以变化也很大嘛。所以魔基本上是有佛的这个力量在。它没有佛的力量在，只是说它的种性，它还会过去是跟佛是一起修行的，只是说他们所成的道果啊不一样诶，一个成佛，一个成魔，他们都是 level 都是一样的。哦，这个就是我要问的，他们的 level 是不是一样的？它的对立的，二元对立的，我们的心也是二元对立的嘛，心魔跟佛对立的嘛，一个天使一个恶魔在对立的嘛。而且那个昙花自在天那个天魔哦，他的福报可以大到有多大呢嘛？比如说你有法拉利哦，我想罢了哦，我就可以享受到你的法拉利了嘛。啊，他有这样子的福报的嘛，所以这个我们叫他化自在天，或者叫大自在天，他很自在的，他的天魔是很自在的，很快乐的。你们不要休息，不要休息，跟我一起啊，不用那么修行啊，休息在做什么？是不是又是那么苦？跟我一样快快乐乐极好，做我的魔子魔孙极好，带我的魔公极好，快快乐乐。听起来诱惑蛮大的，我都想去见识一下。原来就是魔并不是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那种，就什么要吸取人的精气，然后要抓魂什么，我觉得那个是妖吧。好吧，今天谢谢漫画师兄，然后告诉我们佛经里面讲、楞严经里面讲的这一些关于魔的种类，然后他们的脾性，然后各种各样有趣的故事，然后我希望就是下回我们可以讲其他的东西，就比如说像天眼啊、神通之类的，到底在佛经里面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有这个能力的人又要去怎么应用等等，这个值得我们去探讨的话题。好啊，今天就聊到这啦，下回再见，拜拜。拜拜。You should bet on me, like I'm Apple in the 90s. You should bet on me. Gonna wanna get behind me like I'm 23. Before Nike was on Nikes, you should bet on me. You should bet on me.